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有个让人很难过的消息，就是中国知名的学者傅国勇先生因为心脏病突然过世了，享年才59岁。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惋惜。对，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傅先生不管在历史研究或是公共议题的参与上，都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今天呢，我们想根据手边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有一篇叫做傅国勇基督徒的历史见证的文章，来深入探讨一下傅国勇先生的生命和他的信仰。想和您一起来看看，就是说他在2008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个身份是怎么样影响了他的学术、他的言论，还有他个人的生命历程。我们也可以特别关注一下文章里提到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圣徒精神，另一个是舍生取义。这两个词，在这篇文章的脉络下，具体指的是什么？那又是怎么体现在傅先生身上的？还有就是他的基督教信仰对他的历史观，还有他对现实的批判，带来了哪些比较深远的影响？好的，那我们先稍微聊一下傅先生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者、作家，像是他的《金庸传》，还有那本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读过或者听过。对，而且他不只是写书，他也是一位很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的研究方法，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很强调要用资料说话，而且特别关注那些历史洪流里的小人物，还有他们的私人记录。没错，这种对个体生命经验的看重，跟他后来接受的基督教信仰，似乎是有种内在的连结。因为基督教信仰本来就强调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独特价值的这个连结有意思。更重要的是，这份信仰好像给了他一个一个超越世俗权利或者意识形态的道德坐标，让他可以根据他所理解的，就是那个造物主赋予的良知来判断是非。这就接到您刚刚提到的圣徒精神了。所以在这个脉络下，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种坚持良知，就算面对压力也要守住的那种道德勇气？对，傅先生自己也说过，良知是天赋人类的最可宝贵的东西。他也批判那种帝王崇拜成王败寇的观念，坚持社会不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他好像也很推崇林昭，就是另一位在很困难的环境下还是坚持良知跟信仰的基督徒。是的，他视林昭为一个典范，一个听从了良知召唤的榜样。那舍生取义呢？听起来很壮烈，但是在傅先生这里，文章的意思好像不是传统那种流血牺牲。对，在这里更像是一种基于信仰的非暴力的言论抗争，或者说立场的坚持。举个例子，像是2014年浙江不是有那个拆十字架的事件吗？有印象。他当时就公开指出，这个做法是违宪的、违法的，这是从法律层面。但他好像不止这样看。没错，更有意思的是，他从信仰的高度来看，他提出说这件事并没有伤到教会，反而很可能是对教会的成全。成全，这怎么说？他的意思是，有形的十字架可以被拆掉，但是人心里的那个信仰是夺不走的。他甚至还引用历史，像是罗马帝国时期、义和团时期，还有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来说明基督徒从来都是越打压越多。他认为这就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扩张及疆域。哇，这是一个很超越性的观点。是的，这种超越性的视角也体现在他的历史观里面。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要从里面去寻找上帝的作为。这跟一般比较常见的历史观点好像不太一样。对，比方说有些人可能把压迫单纯归咎于社会制度，但他会看得更深，看到人性的罪才是根本原因。而且他相信基督信仰可以对付人性的罪。所以这个信仰不只是影响他怎么看现实，也影响他怎么理解历史，还给了他一种面对困难时的盼望跟比较和平的态度。
文章给人的感觉确实是这样。这种基于信仰的认知，让它跟纯粹的人本主义史观有所区别，带来了一种终极希望，还有就是一种中正平和的态度，让他即使面对很复杂、很艰难的现实，也不太容易掉到绝望里面，或者走向极端。听起来傅国勇先生的一生确实是学术跟信仰、知识跟良知、历史跟现实这几者交织在一起的一生。没错，他用他那种严谨的史学研究，还有对公共事务的深刻关怀，再加上基督徒的那种悲悯情怀跟坚韧的勇气，真的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榜样。他不只是在书房里记录和诠释历史，对，他更是一位用他的言论来实践他所相信的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真理的追求、对公义的呼唤，还有对人性的洞察，都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基督信仰里。傅国勇先生的离开确实也提醒我们去思考，在我们现在这个变化这么快、挑战也这么多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自处，信仰又应该怎么样发挥它转化社会的力量。是的，他的生命见证，特别是他在压力底下对信仰和真理的那种坚持，还有他对苦难、对迫害的那种超越性的理解，为当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很宝贵的精神资源和行动的范式。他所实践的那种圣徒精神跟舍生取义，听起来好像很高远，但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更像是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里用良知来引导，用真理做标准，用爱心当动力，把信仰活出来的真实样子。他的这份遗产会继续激励人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要忘了对良知的坚持、对真理的追寻，还有对社会的关怀。就像圣经里说的，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见证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一起梳理了傅国勇先生的生命和思想的轨迹，看到了他的基督信仰是怎么样深刻地融入他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参与，展现出一种很特别的良知和勇气。那么，这或许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在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快速变动，而且充满挑战的时代，您认为一个人所持守的深刻信念，不管是基于信仰，还是来自其他的价值观，应该要怎么样跟我们的专业工作，还有我们的公共责任结合在一起，并且从中找到往前走的力量跟智慧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